誰為愛世人願捨身？這禮物化作活存的心靈，幸福是接受和活出這禮物的真諦，教我學習愛到痛時就如遇見主。人一生最如緊，豔陽縱使多耀眼，如若沒愛，彷彿天空阻隔了光線的障紋。請潔淨我心眼，長留着愛的恩泉，清澈璀璨。咁我覺得好幸運咧，就係自己能夠成為一個 MIC sister。My relation to God is it nourishes me and is enough for me。我們把教會當作我的家。你跟隨嘅唔係修女，係跟隨基督，但係效法嗰啲修女嘅精神。當人提起傳教士，我哋通常會聯想到歐洲嚟嘅神父或修士，頭戴黑色嘅高帽，身穿黑黑嘅長衣，攞住聖經，四處宣講耶穌嘅福音。但係其實傳教士唔一定係咁樣嘅。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就係其中一個成功嘅例子。佢哋嚟自加拿大，以喜樂同感恩嘅精神為天主服務，特別喺教育方面有好多貢獻。喺香港嘅德愛中學同德望學校就係佢哋建立㗎。除咗喺香港，呢班修女亦都有喺其他國家嘅教育機構服務。以前傳教士要向華人傳教，需要千里迢迢去到中國，但係到咗今日，喺海外亦都有好多華人需要協助。Sister Celia Chua 蔡愛美修女現今喺美國同中國嘅大學任教。佢留意到近年有越嚟越多中國學生出國留學，呢啲年青人雖然得到家人大量嘅金錢資助，卻欠缺精神上嘅支持。他們大陸的年輕人呢，唯一的獨生子呢，來的時候20歲、21歲，家庭有錢得不得了。第一個，他們就買車。呢啲留學生冇信仰，亦欠缺清晰嘅人生方向，面對陌生嘅環境，唔識得點樣適應，情況令人關注。每一年我們都有中國學生自殺，不適應，考不上，沒有面子，每一年都有。蔡修女認為呢一班學生非常需要愛呢群學生比傳教更為重要。你要怎麼幫助這些人在我們的那個校園裡面，我們的 campus 裡面可以比較適應一點？我們天主教還是不夠，因為我們天主教有的人就不敢去開放，好像是我要去傳教。我說這個不是要傳教的問題，我說不是說要你來信天主教。曾經喺香港德望中學任教嘅 Sister Nicole Beaulieu 李淑慧修女，原本一入修會就想去中國傳教，但係基於當時中國政府嘅政策唔准外國人入境，所以先去咗香港任教。到咗後期，中國對外政策開放之後，佢終於有機會進入中國。佢被派咗去長春市嘅一間中學任教。雖然佢喺中國唔能夠直接傳教，但係喺教導英文嘅過程中，佢發覺原來傳教亦都有唔同嘅方式。佢係修會裏面最後一位離開中國嘅修女。雖然 Sister Nicole 已經退休，但仍然十分懷念教書嘅日子。I was teaching English, especially conversation, so I could teach almost any topic I would like to teach. I was teaching, all kinds of, work, life and death, love, family life. But through that, I could teach Christian values. Of course, I could not teach directly about God and Jesus and the Bible,
But there are many ways to teach, to evangelize in China, even though we don't speak directly about Jesus. But the Christian values were getting through in. 除咗喺課堂分享基督徒嘅價值觀，佢自己嘅生活方式已經係一個福音嘅見證。So many students were asking me, you're not married? You come from Canada with a very low salary? Why do you do that? In Canada you could earn much more, and so you're not married, you have no family. Why do you do that? And I was telling them that, yes, because they asked me, you must have a religion for doing that. So I said, you're right. My relation to God it nourishes me and is enough for me. Of course, I could not speak directly of my religion, but when questions were coming up, I could answer. 李修女嘅睇法同蔡修女一樣，覺得傳教最重要嘅唔係大談教理，而係同對方建立一份真誠嘅友誼，咁樣先至能夠建立一個交流同彼此了解嘅空間。I feel that to be friends with them, to share their culture, their values, because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beautiful values, family life, Thanksgiving, respect for the elderly, beautiful values. So this is an exchange of culture, of values, of friendship, in fact. And if I refer to Matteo Ricci, so he went to China to be friends, to make friends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at's the way to evangelize today. 洪任芳修女 Sister Cecilia Hong 亦係加拿大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嘅修女。踏遍四海嘅佢，曾經喺德望小學同中學任教，累積咗多年嘅教育同輔導青少年嘅經驗。佢而家已經退休，但仍然經常為唔同嘅教會團體主持講座或避靜等等嘅活動。好似李修女一樣，洪修女對教育嘅熱誠嚟自佢對傳播福音呢個使命嘅重視。對佢嚟講，傳播福音先係最重要嘅。我感覺到咧，我嘅教育唔係淨係教書啊，將呢個福音帶俾每一個角落。咁呢個角落咧，藉着細蚊仔去到家庭，藉着老師去到老師嘅家庭。洪修女 Cecilia 係上海人，喺上海長大，正值教會喺中國受迫害。喺佢6歲嘅時候，父母去咗香港，留低佢同2個哥哥有6年咁耐。幾經辛苦逃離中國之後，Cecilia 就認識咗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嘅修女，呢一班修女結果改變咗佢嘅一生。所以一到香港嘅時候呢，我第一次會見呢，就係我哋啲 MIC 修女啦。當時我見到啲修女呢，個個好似成個聖母像咁，一出現咁多個聖母像，即係我覺得係好驚奇，同埋佢哋好和藹、好親切啊！咁所以呢，我就當時呢就係好感動，所以我同啲修女呢就有種產生咗一個好親密嘅關係。咁我父母就每一年呢就係好多次都會去探修女嘅，俾咗我一種嘅吸引，就係好中意同佢哋一齊，覺得好似接近天主咁感覺。小學嘅時候 ，Cecilia 經過修女嘅建議，轉咗去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建立嘅德望小學讀書。我係讀書嘅時候呢，覺得總之係好安全啦，好中意嚟德望上堂，甚至放假呢，我都會翻去學校度讀書喎。咁啊，中1、中2，跟住就入咗去聖母軍嘅時候呢，同 sister 就更加親近啦。住佢之後，我覺得係一種好舒服嘅感受。正因為 Cecilia 同修女佢哋建立咗密切嘅關係
令佢產生咗加入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呢個大家庭嘅念頭。咁我又冇諗到係做修女嘅，直至到 Form 3嘅時候呢，有次我喺路程開完會之後翻嚟時候呢，同佢話：我話 Sister， 我想入修院啊，我好想成為啱啱先。佢又唔望我，佢話：係啊，我知道啊。我話：哦，你知道啊？咁呢個係我第一次同一個修女講出我內心覺得好想做修女，但我唔知自己有冇成就啊嘛。咁我淨係好開心，佢知道喎，唔知個內心覺得係好喜悅，但係咧又驚喎，咁點呢？我冇諗到咁多。但係天主嘅計劃係難以捉摸㗎。正當 Cecilia 開始認真咁考慮做修女嘅時候，佢突然失去咗佢最需要嘅支柱。同佢講咗之後呢，點知道佢就被派咗去菲律賓。咁我去送機嘅時候，我好難過啦。我話我啱啱講咗我個心事俾嗰個修女聽，佢又走咗，咁即係話可能又冇啦。其實好多時天主嘅計劃往往係意想不到嘅，亦因此比我哋所諗嘅更勝一籌。個個都走晒啦，我望住個飛機走咗之後，我擰轉頭見到嗰個修女喺後邊等緊我。佢話 Cecilia， 就我會開個 vocation meeting， 每個月一次，你嚟參加啦。從嗰時起 ，Cecilia 每個月都勤奮咁參加呢一個培育聖召嘅聚會，而當一有任何靈修活動，例如朝聖同避靜等等，佢都踴躍參加，唔會錯過。喺呢段期間 ，Cecilia 繼續透過祈禱摸索自己嘅路向，直到讀中5嘅時候 ，Cecilia 一家決定移民美國，使佢重新考慮佢嘅聖召。有一日呢，我爸爸喺度睇緊報紙，咁我呢就喺佢旁邊話我：爹哋啊，我想入修院啊！我從來未做過一個大嘅決定啊，因為我係屋企最細啊，最驚嘅，怕事嘅。我唯一第一個決定做呢，就係呢個聖召。佢唔出聲，唔喐，咁我自己呢，就唔知道係點樣情形咧。我話我唔去美國啊，我一個人係留喺呢度，我入修院啊。雖然唔捨得自己最細嘅女 Cecilia 嘅爸爸對天主實在十分信賴，亦因此而尊重佢嘅決定。咁我爸爸卒之後來擰轉頭，佢話：我一路求天主能夠有個聖召係我哋洪家嘅，但係冇諗到天主會選我個女啊！呢個係天主嘅恩賜。佢話：你去啦。Cecilia 終於作出將會影響佢一生嘅決定，亦都得到父親嘅認同同允許。佢雖然非常害怕，但係靠住一份難以言喻嘅信心同對天主指引嘅依賴，佢開始作出實際嘅回應。唔知幾時再會見到我屋企人啦，因為咧傳教唔係隨時能夠見屋企人嘅。當時咧我同爸爸講再見嘅時候咧，爸爸話：佢話我喺度喊，佢話唔好喊，你嘅選擇 take it。Cecilia 嘅家人移居咗去美國，只係剩低佢一個人留喺香港。佢為咗追隨耶穌，真係如同耶穌喺聖經裏面講嘅一樣，捨棄咗佢嘅家人。但係佢並唔覺得孤獨，因為佢已經揾到另一個家。我就係21歲入修院啦。咁我8月份入呢，就係爸爸就10月份走啊，第一個走先啊，跟住就個個輪流一個個走咁樣。咁當佢哋走晒呢，我都覺得係當時係好難過，但係呢，我覺得好寧靜喎，即係剩翻我一個人喺香港同啲修女一齊。我好似覺得係我已經係有個家啦，我冇離開過家，而呢個家就係嗰啲修女啦。入咗修院之後 ，Cecilia 懷住感恩嘅心，走上為主傳揚福音嘅道路。喺佢反思自己人生路嘅過程當中，佢諗起咗會祖戴麗雅嘅一個夢。呢一個夢讓戴麗雅明白世界各地仍有好多未認識耶穌嘅小朋友。而 Cecilia 回應聖召同加入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對佢嚟講，會祖嘅夢更多添咗一重意思。會祖係細個時候發咗呢個夢，而呢個夢呢變咗好似一個係
一個叫做 prophetic dream， 即係諗到好似係佢個夢中呢一個田野入邊咧啲麥咧開芽嘅時咧出咗好多細蚊仔嘅樣啊！咁我話可能會祖已經見到我個相咧，已經係其中細蚊仔嘅樣之中嘅一個啦。咁我覺得好幸運咧，就係自己能夠成為一個 MIC Sister， 跟隨我哋會祖嘅夢想。面對唔同嘅人生交叉點，憑住佢堅定嘅信仰 ，Cecilia 一步一步咁回應上主對佢嘅召叫。咁我條路程行嘅時候呢，我唔知前面行邊條路嘅，我感覺到我條路程呢就係我去到呢度呢個燈盞亮光咗，咁我就知道呢度前面都係唔知嘅。之後我繼續行嘅時候，咦呢個燈叫我轉彎啊，即係叫我呢度轉彎呢度轉彎。喺跟隨天主嘅路上 ，Cecilia 遇到好多意想不到嘅事情，當中有唔少困難，亦都有唔少嘅收穫。我都冇諗到自己會走到嚟加拿大嘅。我由上海嚟到香港已經唔容易啦，會走到嚟加拿大，我要適應呢，要講法文啦。當時我上海離開嘅時候，我要學廣東話、學英文啦。嚟到 Montreal 嘅時候要學法文啦。咁我亦感覺到就係啲外國修女對我嘅關心啊，嗰種愛呢，使到我覺得係我哋嗰種嘅不同國籍嘅關係呢係好密切，使到我感覺到唔係一個陌生人去到個異地，而我感覺到係大家同一個愛嘅使命之下一齊生活，所以我嘅初學呢係覺得係好開心。嗰年呢係得到唔同嘅經驗、唔同嘅栽培，然後呢我喺70年呢就發咗初願啦。喺1970年發咗初願之後 ，Sister Cecilia 感到天主召叫佢喺教育方面服務，於是佢就返去香港嘅母校德望小學執教。1970年至1982年間，佢先後喺小學同中學任教，最後2年更肩負起小學校長嘅職責。可以話喺呢段教育嘅期間時間呢，我發覺呢就係對於青年細蚊仔佢哋啲關係呢係好着重，即係家庭方面嘅。咁我係照顧到唔係淨係學校嘅學生，而係接見佢哋啲家長嘅，希望能夠藉着家長嚟改善細蚊仔嘅教育。咁我感覺到好開心，就係能夠將呢個福音帶俾啲青年呢，係相當好似撒種啊！我希望佢哋都能夠好似呢幅畫嗰度啲麥開啦，啲細蚊仔能夠將基督嘅喜悅嘅喜訊呢，能夠發生喺佢哋身上。從事教育工作多年，天主又為 Sister Cecilia 安排咗新嘅挑戰。喺80年代，越嚟越多中國留學生去到渥太華，由於嗰度冇華裔修女， Sister Cecilia 於是喺1984年被派到渥太華嘅一個華人天主教中心服務。佢就喺嗰度幫助當地教會嘅道理班同青年活動。之後亦都被邀請到渥太華大學負責青年輔導、安排彌撒同講道理等等嘅工作。Sister Cecilia 同呢一班青年嘅關係透過呢啲聚會拉近咗，親眼目睹佢哋信仰生活上嘅成長。每一個星期咧，我哋都有個聚會㗎。咁佢哋會一齊我哋煮飯啊，即係一齊食飯，分享聖經啊。所以個氣氛到依家呢班青年翻到香港咧，同我仍然係有好多聯絡。佢哋做咗好好嘅父母，結咗婚。咁呢個係一種嘅喜樂，就係呢段嘅時間，青年嘅時間咧，嗰種嘅深入嘅經驗咧，佢哋永遠都記得嘅。呢一個係嗰種嘅 bonding 啊。最咗佢哋個信德會成長，有困難時候佢哋知道去天主嗰度，呢個就係我哋會組嘅希望，能夠喺將基督嘅福音放咗佢哋內心之中。同蔡修女一樣，由始至終 Sister Cecilia 都非常關心青年人信仰上嘅成長。佢特別想幫助佢哋辨識自己嘅聖召。因為從佢自己嘅經歷裏面，佢明白到呢個過程往往充滿困惑同擔憂，亦都非常需要其他人嘅鼓勵同支持。亦希望能夠幫助啲青年咧，能夠尋走去奉獻嘅嗰條路程。因為呢，依家嘅社會呢就係好物質化，所以呢就變咗
青年咧有時咧就唔知道到底內心嘅深處有冇呢種聆聽嘅聲音咧，未必一定有啊，明唔明啊？咁但係咧，天主係咪停止咗召喚青年咧？唔係啊，但係咧聆聽嘅時間咧太多雜聲咧係聽唔到啊，所以咧我亦希望能夠喚醒青年咧對呢個跟隨基督嘅唔係話跟隨修女啊，而係跟隨基督去奉獻自己，無論係邊一方面都可以去行呢條路。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天主俾我哋嘅聖召，呢個召叫就係我哋人生嘅使命，可以係婚姻或者修道生活，亦都可以指我哋嘅工作、事業等等。但係對 Sister Cecilia 嚟講，最重要嘅唔係做乜嘢工作，而係一個人嘅工作態度同精神。你唔緊要做咩工作，總之係聆聽天主嘅誠意。聖神召喚你去做咩工作呢？你就去應天主嘅聖邀請啦。咁所以我哋修女咧，唔係俾工作限制，而係咧將自己嘅內心就係嗰份愛咧，就係去到去 soup kitchen 幫助嗰啲難民啊咩邊方面咧，總之係可以做咩工作都得，但係以呢個喜悅嘅精神、感恩嘅精神去做。Sister Cecilia 亦都想提醒每一位教友喺領洗嗰一刻，天主已經委派咗任務俾佢哋，就係傳揚基督嘅福音。如果你係想去做真正係傳教工作嘅，唔做修女都可以，唔做神父都可以，但係教友都本分都係本身。當我哋領到洗之後，我哋就呢個使命去傳教嘅。咁所以呢，就將基督嘅愛同埋光呢大家發現。回顧32年喺加拿大傳教經驗， Sister Cecilia 最高興嘅係喺1995年得到溫哥華總主教嘅邀請，兼任咗溫哥華天主教家庭服務中心嘅心理輔導師，主要任務係幫助夫婦改善關係、個人輔導同埋協助青年處理成長嘅問題。喺2000年至到2005年 ，Sister Cecilia 曾經被調派返去滿地可，兼任修會副總會長一職，管理亞洲嘅4個傳教區，包括香港、台灣、日本同埋菲律賓。而喺2007年，再次被邀請返去溫哥華復職心理輔導工作，期間佢亦多次喺3間華人聖堂主持心理講座同埋避靜。可惜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終於喺2014年嘅1月宣布結束喺溫哥華長達92年嘅傳教工作。總教區隆重咁樣歡送咗最後3位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嘅修女，而 Sister Cecilia 喺溫哥華嘅使命亦隨之而結束。雖然唔清楚下一步天主將會有乜嘢計劃， Sister Cecilia 深信天主將會繼續帶領佢去為有需要嘅弟兄姊妹們服務。需要嘅話呢，我都會希望有機會能夠樂意去幫助。咁呢個一切呢，我都話天主聖意嘅，天主聖神嘅帶領，我呢淨係聆聽天主聖神。回望蔡修女、李修女同洪修女嘅一生，佢哋每一步都係追隨住天主而行嘅。無論喺中國或香港、加拿大或者美國，佢哋都懷住感恩同喜樂嘅精神，奉獻佢哋喺教育上嘅才能俾天主，作育英才，並以唔同嘅方式將福音帶俾年青人。願天主祝福佢哋。我們每一個人一定會認識另外一個人會需要我們。咁我爸爸卒之後來擰轉頭，佢話我一路求天主能夠有個聖召係我哋洪家嘅，但係冇諗到天主會選我個女啊。And I enjoy teaching. I've been teaching all my life. 喺耶穌3年嘅傳道生活裏面，魔鬼曾經多次針對耶穌嘅人性去試探誘惑佢。They are questioning each one of them Jesus' relationship to his Father. 呢一嚿石頭係耶穌同魔鬼戰爭過嘅石頭，即係一個戰場嚟嘅。
想知道魔鬼點樣千方百計咁誘惑耶穌，請留意呢一個星期嘅愛常傳。睇完呢一集愛常傳，歡迎大家打我哋嘅熱線電話嚟分享一下你嘅感受或者故事，同時亦請大家收聽我哋逢星期六嘅電台節目《愛生命》。要購買天主教書籍同信仰靈修禮品，請嚟我哋嘅書社參觀選購。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天主保佑。